所以现在你就应该去找回自己的力量，认识到你的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和所没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你要知道啊，你的财富是你创造的，你的贫穷也是你创造的，介于财富和富有之间的所有状态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嗨，大家好，我是建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我们的第4节课。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给大家讲了财富蓝图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台电脑，然后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的程序，就是我们关于金钱的观念和信念都在不停的运转。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一起慢慢的重新给自己编写那些更好的，让我们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的程序。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讲17个财富档案。什么是财富档案呢？打个比方，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大的文件夹一样，我们会把所有接收到的资讯都贴上标签，分别放进不同的文件夹，让你方便取用，帮助你解决问题，渡过难关。关于金钱也有一个专门存储金钱标签的档案，你对金钱的所有想法都存储在你这个金钱档案里面。我们会帮助你重新换17种新的财务档案，它们将是你重新设定思考方式的一部分材料。有了新的档案，就会带来新的选择。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用穷人的方式思考，你就可以自觉地转移思考的焦点，转换成有钱人的思考方式。所以请记住，你可以选择那些鼓励你获得成功和成就的思考方式，而且舍弃掉那些不能支持你获得幸福的思考方式。好，所以财富档案的第1条是这样写的：有钱人相信我创造我的人生，而穷人相信人生发生在我身上。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理解一下。也就是说每个有钱人都明白，我的人生是我自己主宰的。话好像都这么说，对吧？大家也都会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我主宰的呀。但是你认真想一想，有多少人真的能做到100%主宰自己的人生呢？没有的。我们的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一到实际生活中就会觉得谁不让我做这事儿，可能社会环境或者有这样的限制怎么样，反正我们就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好像没有掌控力一样。那么我们如何重新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呢？如何真正理解自我，创造自己的人生呢？我们来思考这么几个问题。作者他提到了，你有没有发现没有一个有钱人他是喜欢买彩票的，买彩票的都是穷人。为什么呢？因为穷人他正在等待馅饼从天而降。就好像我们在财富蓝图那一部分讲到过，如果你发现一个有钱人破产了之后，他很快就会东山再起，但是一个中了500万的穷人再过几年他还是会一贫如洗。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当你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不是我去创造的，我好像是来受苦受难的，我的各种条件都不好，所有东西好像都不太有利于我。所以我必须相信的是，只有自己才能创造自己的成功，也只有自己才能创造自己的平庸。只有你自己才能造成你到底是为钱辛苦，前途茫茫，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的原因，其实你整个人生的状态都是你自己创造的。可是穷人是不想为自己的人生的一切负责任的，所以穷人的习惯是什么呢？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一个受害者他主要的想法就是我好可怜他一直在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想办法去仅仅吸引那些让他觉得很可怜的事情，然后他一直会证明4个字：我好可怜。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穷人有问题，或者穷人他就是受害者，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每一个心灵每一个角色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么扮演受害者这个角色，我们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请大家注意了，并不是说有钱人跟穷人是2种不同的物种，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特别好的一点我们即使有很多有钱人而且成功的朋友，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多多少少内心的里面都有一些负面的习惯和能量，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我们透过学习就是要明白，今天我可能做到80%能像有钱人一样思考，但是我们还有20%的方向可以持续的去努力。
同样，有的些朋友他可能起步的晚一点，他只有50%，甚至可能一点都没有像有钱人那样的思考，那也没关系啊，那就说明你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你可以持续的去改进。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老是喜欢说我好可怜啊，觉得自己身不由己，人生发生在我身上，他通常有几个特征。受害者特征之一就是喜欢责怪，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最擅长的就是责怪的游戏，就是说一旦不如他所愿，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找到底谁错的呢？当然肯定不是他自己做错了，对吧？他有很多的理由，归结于市场，归结于政府，归结于世界，反正他就是喜欢去责怪别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很多公众号的文章，如果你想写一个10万加的文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去责怪，因为大家都喜欢责怪。你写一个责怪型的文章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比如说今天我看了一个心理学的文章，说的是什么？说我今天过得不好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他下意识觉得最大原因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怎么样，对我好不好，对我非常不好。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理真的非常有意思，他会想尽办法去找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证明自己没有错误，错都是别人的错。比如说让自己赚不到钱，他就说市场不太好，市场不景气，别人太精明了。反正最终错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发现自己在责备的时候请立刻停止，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会让你变得富有，它只会让你持续的贫穷下去。第二个受害者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合理化。他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钱一点都不重要，那么你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你没钱了。然后这个人就会低头看看自己的脚，然后抬起来说我确实遇到一点金钱方面的挑战。然后这时候作者就会打断他们说，不是现在，而是你一直都这样，一直处于一个破产的边缘，对不对呢？这个时候这个人就会瑟瑟的发抖，然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神情难堪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合理化是什么？就是说我没钱，因为我觉得钱不重要。钱不重要这件事情是他对于没钱这个状况的一种合理化。只要你去持续合理化，告诉自己钱不是那么重要，那么你当然就不会有钱。所以下一次大家试一试，你去问一下你的朋友钱重要吗？如果一个朋友说钱不重要，然后你就告诉他你没钱了，对吧？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说钱不重要的人都是没钱的人，因为有钱理解钱的重要性或者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了解钱的重要性，我们会诚实的承认钱很重要，我需要挣钱，然后逼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合理化说我现在没有钱，因为钱不重要。其实幼儿园或者你的父母老师都会这么说，钱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家庭幸福和爱，或者他们会说我觉得快乐比较重要，钱不重要。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在知乎上经常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长得漂亮重要还是能力重要，考进好大学重要还是社会能力更重要呢？面对这些问题你都应该回答这一切都非常重要，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追求那些所有让我生命变得更美好的东西，无论是金钱，是爱，是幸福，健康还是快乐，他们都非常重要。所以我愿意付出我应有的努力。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请大家不要再说什么事情不重要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觉得一件事情不重要，往往是在合理化我们没有为此付出努力的一个结果。所以要让自己保持一个真正诚实而且坦诚的心，对我们来说很多东西都非常重要，尽全力以赴去让自己配得上，而且去拥有这些东西。你想想看如果你告诉你的伴侣你不重要，你在我的心里根本不重要，你觉得你的伴侣还会留在你的身边吗？同样道理，如果你说你钱不重要，那么钱还会喜欢你吗？你还会有钱吗？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钱不重要，直到我们把钱不重要这个档案移开之后，我们才会真正的重新正视告诉自己钱很重要，我们才会变得富有。第三点受害者第三个特征就是抱怨。抱怨无论对于健康、快乐还是财富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听说过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吗？你所关注的事情就会扩大。所以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关注的是积极正面的事情，还是消极错误的事情呢？那当然是消极错误的事情了。既然你知道你关注的点会扩大，那么你就会继续得到那些消极错误的事情。所以当你在抱怨的时候，其实你在吸引更多更烂的事情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身边想一想，那些过得不太好的人，通常都是爱抱怨的人。你的脑子中有没有这样的记忆？你可能会下意识的会觉得这个人你不想去亲近他，因为你想到他们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他们脸上挂满了抱怨的神情，他们看你的眼神好像都是斜着眼在看，有一种敌对的眼光看着你，这样就会让你觉得你想去远离他们。那些喜欢抱怨的人不仅不能交到朋友，也会让自己生活过得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尽可能去远离那些喜欢抱怨的人，这样就可以了。作者给我们留下的作业是这样的，在接下来的7天当中，你尝试一下，持续7天的时间，我们一点都不抱怨，看看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不再抱怨别人，说钱不重要，什么什么不重要，以及抱怨这3个最大毛病把它剔除了之后，你就知道我们人生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真正的变化是我们不再花时间和精力跟自己做斗争，跟自己纠结。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当我做这3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部分是希望我自己过得更好，希望我能付出更多的努力，获得更多的成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总是有一个执拗于现状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不要去做，那都是别人的错，你不用改。这个过程是自我战斗的过程，自我消耗的过程，这才是让人最痛苦的一个过程。而当我没有这个自我消耗的过程之后，我会怎么样呢？我该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对不对？我想到了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不需要别人来同情我怜悯我，我该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也会把我更多的时间精力都解放出来，去创造那些可以为我的生活带来正向反馈的东西。好，那么接下来作者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这个秘密就是天下没有所谓的有钱的受害者这句话。他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你就永远不是一个受害者。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喜欢当一个受害者，因为你感觉挺爽的，为什么呢？因为受害者可以得到别人的关注得到别人的同情对不对？有很多人他就会下意识去吸引别人的关注和同情，他会觉得自己这样很有存在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你想想看，比如说我举2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有钱人他跟大家抱怨说，我今天开的劳斯莱斯上街，然后那个车被人划了一道口子然后你想想看，他旁边的人会同情他吗？其实大家都不会同情他，因为他开的车太好了。再比如说一个学霸告诉你，我这次只考了99分，我没有考100分，我好难过听到这句话你肯定不会同情他。所以说天下没有所谓的有钱的受害者。如果你在扮演一个受害者那就说明你没有钱。你一定要记住你如果在扮演一个受害者，你就是在离钱越来越远，因为有钱不可能是受害者，受害者也不可能有钱。所以是时候我们该痛下决心，我们不可能当一个受害者或者变成一个有钱人，这2者是不能兼得的。所以现在你就应该去找回自己的力量，认识到你的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和所没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你要知道你的财富是你创造的，你的贫穷也是你创造的，介于财富和富有之间的所有状态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责备别人，在寻找借口和开始抱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断送自己变得有钱的机会我们再来说一次好不好？有钱人相信我创造我的人生，穷人却相信人生发生在我的身上。你要么是一个受害者，要么是一个有钱人，不可能2者皆得。好了，又一次到我们的宣言时刻，这时候大家可以把手放在心上，然后告诉自己一句话：我创造我的理财等级，我创造我的理财等级。然后摸一下自己的脑袋说，这是一颗有钱人的脑袋。